就拿出来，就拿出来 ！I love you, baby. 한중 국가대항전 헤더급 매치 화이트 코너 난릉왕 입장! 이어서 블랙 코너 손호찬 입장! Cracker, month, let's go. Yeah, yeah. Hey, yeah. 첫 번째 fight, 두 번째 fight, 세 번째 fight. 어떤 내 타이틀 온몸에 묻어도 익숙한 피. 이제는 난 베란 한 대를 맞으면 한 대 더 정해진 fucking my way. 게이지 이제는 더 이상 한계 끝에. 그래서 허리에 있는 게 best. 첫 번째 fight, 두 번째 fight, 세 번째 fight. 어떤 내 타이틀 온몸에 묻어도 익숙한 피. 이제는 난 베란 한 대를 맞으면 한 대 더 정해진 fucking my way. 게이지 이제는 더 이상 한계 끝에. 그래서 허리에 있는 게 belt. 첫 번째 belt, 두 번째 belt. 이제는 세 번째 노래지 belt. 챔피언 이기는 fake. 세 번째 벨트도 죽하고 내가 왜 이제는 주먹을 위에는 팬 팝대 터트려 팽 페이보다는 챙겨낸 팬 주전과 후배를 위해서 damn We got what 알잖아 이미 넌 동감 명예는 줄여 챙겨 wait 이미 KT에 위엔 표본과 냄새 상태는 fever don't give a F I'm 먹가는데 대가는 대고 실력으로 패 대가는 안 질 일이 없네 비빌라 비벼봐 한번 해줄게 첫 번째 fight 두 번째 fight 세 번째 fight 어떤 내 타이틀 온몸에 묻어도 익숙한 피 이제는 난 베란 한 대를 맞으면 한 대 더 정해진 fucking my way 게이지 이제는 더 이상 한계 블랙컴뱃 11 제8경기 한중전 헤더급 매치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corner 키 182cm 체중 66.2kg 분정 4승 3패 무림풍 헤더급 국가대표 fighting out of Ningbo China presenting 난등왕 카리노입니다. 파이팅! 아웃 오브 더 코너 키 174cm 체중 65.8kg 부선정 2승 1패 블랙컴뱃 3대 헤더급 챔피언 파이팅! 아웃 오브 천안 사우스 코리아 presenting the undisputed black combat featherweight champion 손오찬! 손유찬! 힘들고 카리노 선수 정말 눈매가 매섭습니다. 네, 바짝 올라가 있어요. 네.
Round one。好的，观众朋友们，中韩对抗的二番战，我们本次 YFU 50龙中队的比赛是前往到了韩国的釜山，与韩国的赛事方 Black Combat 进行了中韩对抗赛的二番战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代表中方战队出战的是卡利努，身着蓝黑相间的 YFU 50龙中队的短裤，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韩国的孙佑良。一上来卡利努就要是下潜抱摔啊，抱双腿，把对手给扛起来了，看看要往哪儿去放啊。还是来到了龙网底角的位置。这场比赛卡利努的比赛体重是 66.2 公斤，对手是66公斤。那对于卡利鲁来讲，这场比赛赛前的状态其实还不错啊，所以一上来之后还是想把比赛往自己比较擅长的地面来拖。那在龙网边抢把抢腋下之后去挂对手的腿沟。现在还是在龙网边继续来找位置去做抢把。来看一下双方运动员的身体数据和职业战绩啊。孙友良，也就是韩方的运动员，身着黑色短裤，今年是19岁的年纪，175公分的身高，175公分的臂展，现在是圈头。但是卡利努又是起身，把孙友良顶在了龙网上。孙友良的个人职业战绩是3战2胜1负。卡利努今年是22岁，身高182公分，臂展187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战4胜3负。在身高臂展上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啊，但是今天一上来卡利努也并没有太多想跟对手去打战力的意思，而是更多的把自己的比赛的进攻端放在了往地面上带和龙网边的抢把。目前又是来到龙网边抄对手的腋下，来互相的去做抢把的过程，把对手顶在龙网上给顶膝，膝上头，漂亮。对手要去做拧转，想把卡利努往外转，漂亮，又是膝上头。这次在和釜山的韩国的这个赛事啊 Black Combat 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规则相对来讲也是会更加开放一些，又是给顶膝。而这次整个的比赛啊，韩方的赛事组织 Black Combat 对我们的运动员也是非常的认可啊，而且他们5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到了河南郑州，来到国内也是拍摄了前期的短片，又是一个顶膝。那在敲定了比赛之后呢，我们这次是来到了韩国，打到了我们 YFU 50龙中队中韩对抗赛的二番战。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在12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是和韩国已经有了一番战啊，那次我们也是险胜。继续在龙网边抢把，两个人今天在龙网边度过的时间，第一回合可是不短啊，所以整个比赛打的也会比较的纠结。更多的时候是卡利努圈住了对手，在龙网边持续的给顶膝，而现在对手孙佑良是从外侧用自己的右臂啊，在外侧抄了卡利努一个腋下。因为卡利努现在顶的比较死，而且右臂也夹的会比较的紧一些，所以孙佑良想从内侧去抄卡利努的腋下，把对手往上抄，或者做拧转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尤其是第一回合一上来，两个人在体能端还是比较充足的时候啊，就这样的脚力其实可以，我们换句话说就是无氧的这种脚力的运动啊，其实是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孙佑良现在是也没有太多想往外出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按照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抄对手的一个腋下把自己给转出来，看来也没有太多，反而是卡利努往一侧来做拧转，想把对手往地面带。卡利努更多的是以膝来攻击，而对手孙佑良更多的是在这个位置去掏拳，还是把对手往外拉。在做拧转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成功，现在是换了一侧，从外侧抄腋下，然后看看对去抢把，抢卡利努的内侧，把对手往上提。卡利努现在是双手在孙佑良的左侧大腿处去搭扣之后啊，去绊腿，还是想把比赛往地面带啊。看来今天
卡里努也并没有太多想去，哎呦，这个有点可惜啊！就最后的这一次发力虽然是完成了，但是比赛第一回合结束的铃声也已经响了。我们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整体看来，卡里努还是在长时间的把对手定在了龙网上，更多的在龙边去控制对手啊。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就目测，两个人虽然有着不小的身高差啊，但是孙佑良看起来要比卡里努更壮一些，所以卡里努现在想把对手带到地面上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A lot of fights, a lot of scars, a lot of bottles, a lot of cars, a lot of ups, a lot of downs. Made it back, lost my dog. I miss you, big. But here I stand, a better man. Stop.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I'm coming home. Tell the world that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The rain wash away Feels so all the good. pain of yesterday. Round 2.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鸣锣开打。整个第一回合当中，虽然卡里努有着身高和臂展的优势啊，而且这个优势还不小，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去打战力。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回合一上来，看来都是有点想打战力的意思了啊。在这个互拼当中，看谁能够有更多的优势存在，还是打的会比较的小心啊，在不断去做试探。效果之后给了一个低扫和转身的摆腿，但是距离控制的并没有那么好啊。看来孙佑良对于卡里努，尤其是这个臂展啊，12公分的优势，还是有一丝的忌惮啊，所以也是拉的会比较开一些，在中远距离更多。漂亮！对，这个卡里努的臂展优势就能够看出来了，但是孙佑良向上的就前进步伐当中呢，这后手打的的确是快啊。对，继续在移动端来找位置，超人拳漂亮啊！这个后手一下就把臂展的优势给拉出来了。卡里努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打对手的迎击啊，就是又是对手起腿之后马上后手往里压，打对手的反击啊。所以目前看孙佑良这边也不是太敢轻易的去出动作。跑动端漂亮的前摆打到，整个移动端其实孙佑良做的还不错啊，就一点一点的去蚕食卡里努身后的这个距离，高扫轮空，马上上来击斧。卡里努又是抓紧时间顶住对手，往龙网边去顶，终于啊是在龙网边被孙佑良给转回来，顶住了卡里努。看看接下来孙佑良要怎么去布置自己的进攻啊？因为整个的第一回合两个人其实在龙网边度过的时间还蛮长的。那在第一回合的过程当中，卡里努更多的是在这个位置顶住对手之后呢去起膝，而孙佑良更多的是拿自己的拳来找位置，但是拳的击打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放开了，就感觉自己即便是把对手顶在龙网上，也没有太多的进攻端。又是一个腿换拳，就这样的，就对手过来的扫踢啊，让卡里努去换自己的后手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卡里努还是换的会比较顺啊。这是主动的给低扫，又是一个，对，打自己的后手，在后手的迎击上，卡里努打的还是不错。现在孙佑良估计有跟对手去打一打内围互拼的想法了。现在感觉一上来之后，就这一步子一上来，如果能够进到内围的话，其实4到6个动作，甚至6到8个动作还是有的一打。还是在移动端慢慢的去找进攻的机会，给正增。这个后手没有吃中啊，但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卡里努在打对手迎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战力端明显是不吃亏的，但是并没有说像在战力过程当中他自己打的那么的主动啊。给腿，其实可以多去打一打拳啊，在拳上的进攻端，毕竟12公分的优势在这儿放着，而且对手现在还是对卡里努的这个身高臂展有一定忌惮的，所以我们看孙佑良更多在移动端，对，是想去起腿，那找到这样的机会之后呢，才会往内围去打，但这个
机会呢，更多的是用步伐把卡里努给逼到了龙网的边上，就是身后就是龙网无处可退的时候才会去做。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看两个人现在在擂台的中心位置，卡里努其实可以去打一打自己的前手啊，给对手，比如说自己的前刺，漂亮起腿，一定的干扰之后去压自己的后手，接一下后腿前摆切腿之后。把对手往地面上顶，卡里努反应非常的快啊，起身马上把孙友良顶在了龙网边。但我们目前来看，如果说卡里努在现行这个状态的打法下，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站立端跟对手互拼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说现在像这样把对手顶在龙网的底角，或者说把对手顶在龙网边去打控制，其实也还会有一部分的优势存在啊，就是起码把对手控制的会比较死。那如果我们按照比如综合格斗的这个战术逻辑来看，比如最后在第二回合双方拼拳或者拼腿打站立的过程当中，基本上5-5开的一个状态，那么最后的1分多钟，这是一个击裆的动作吗？看看裁判怎么来认定啊。但是第二回合局间的钟声已经响了，龙边抢把的过程当中，卡里努又一次起腿，应该是挂到了对手的裆部。的确，两个人还是有着7公分的身高差啊。就是这个起腿的高度，如果不注意的话，而且赶上这一下的时候是比较容易顶到。医务监督是来到了擂台上查看一下孙友良目前的情况，看他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经过了身体调整之后，没有问题，应该能够继续回到比赛。那按照目测问题不大，可以继续回到比赛。好，继续走表。对，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接下来的第3回合啊，就我们要看一看，尤其是卡里努这边要怎么去跟对手去做互拼啊。因为按照我们目前对于他的进攻逻辑来讲，比如第二回合两个人在打站立的过程当中，其实卡里努并没有吃亏啊。那在比赛最后的这点时间，把比赛整个的节奏带入到地面，再去做一个1分钟左右的压制，这个战术安排其实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在站立端，卡里努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进攻的侵略性再提一提，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再更强烈一些，还是要把站立端的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啊。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Final round。好，双方第3回合比赛开始。我们看局间的时候，孙友良的边角也是帮他再调整了一下护裆啊。目前看问题不大，能够继续的完成比赛。来看看这回合两个人要怎么打，还是要从站立开始去打。这个时候卡里努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啊，因为我个人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包括之前解说过他的比赛啊，就是他拳法的进攻上其实还不错，包括这场比赛，尤其是第2回合展现出来的，比如说自己后手拳还是能够压得进去啊。所以目前来看，他感觉打得有点保守了一些，就是进攻端的压力也没有更多的给到对手，而是让孙友良在不断的试探进攻当中，现在在这回合明显一上来就是对于距离和位置的把握就更好了。刚才又是一个后摆接前直，2拳没有打到，一拳上头，一拳动胸口。在这个过程就是自己没有给到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反而让对手的进攻端在站立的时候越打越顺。因为第2回合两个人拼站立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明显的能看到孙友良对于卡里努12公分的臂展优势还是有一定的忌惮啊，包括基本上都是在打中远距离，特别是远距离打的比较多，那起腿啊有好几腿其实都没有碰到卡里努。但是这回合我们再看，孙友良还是找到了这个非常合适的进攻距离，而且一步一步蚕食对手，把卡里努往龙网边来压，然后这个时候大踏步拿自己的进攻组合往里去带啊，这个过程还是从第3回合一上来感觉他打的还是蛮顺的。给一个扫踢，上前去做压步，
但是在移动端，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孙友良还是不停的向前一点一点的去压步，又是上步之后给正蹬，还是会迫使卡里努一点点的后退啊。我觉得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是来自对手的这种压力，还是要去顶一顶对手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把进攻端的压力更多的给到对手。上步之后给了一个中扫，又是在移动端慢慢的找机会。卡里努这场比赛还是太想去打防守反击和对手出拳或者起腿之后的迎击了。其实第二回合对手起腿之后啊，他直接压后手进去那个小超人拳打的还是蛮准的。对，在拳上的进攻，两个人其实打的都不多啊，还是在移动端去慢慢的找机会。两连踢，低扫接中扫。对，我们现在从现场同期声的画面当中也能够听到啊，卡里努的边角也在提醒他大胆的去做啊。对，这种1-2的连击还是要多去打一打。对，前手还是可以去点一点对手。这场比赛卡里努打的还是有点就是太实在了啊。也是源于就是自己在拳上的进攻端并不多啊，比如说现在是换架，比如说晃一晃前手去压自己的右手，而且他现在基本上都是以打对手迎击的单击为主啊。一拳上来之后，就是进攻端也没有太多的铺垫，又是给扫踢，下潜要抱，要把对手给举起来，往地板上放，手撑地。卡里努现在又是把孙友良给顶在了龙网边。看来比赛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去打一打对手的压制和控制。对，这样的打法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在战力端其实这场比赛不只是卡里努，孙友良也不是太敢打，更多的时候还是去起扫踢给顶膝，漂亮。对，这个位置卡里努起顶膝还是很舒服的，而两个人的身高差呢，又让孙友良就是即便抢到卡里努内侧腋下的摆位，想把对手往上提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对，在这个位置起拳可以继续的做顶膝啊。再抄一下。好的，双方第3回合的打法几乎是复制了第2回合啊，只不过在最后的这一点控制的时间，第2回合是在龙网的底角，第3回合是来到了龙网边，所以双方也是苦战3个回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感谢五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次比赛使用菲特仕格斗品牌服装，菲特仕格斗，拼尽所能。판정 결과 발표하겠습니다. 3명의 심판 판정 점수 모두 29대 28 만장일치로 난 승리는 손오찬 손유찬. 남동환 선수 오늘 경기 어떠셨습니까?
今天的比赛我感觉我非常好，展现的也挺好的，只是我的胜利被夺走了。我在龙边的优势，打击各方面都有优势，但我还是很感谢 BC 和50龙中队 YFU 给我这次机会展现的，非常感谢。但是我希望下次他去中国跟我打2番战，我邀请他去中国来我们的 YFU 赛事。 감사합니다. 한중 국가대항전 미들급 매치 화이트 코너 북경사자 입장. 八百里秦盘，被鸟嘲讽，笑看浮沉，藏于云端。狼行天下，尘土飞扬，我速要一步登上青天。发世纪造奇观，血洒五湖四海。我领个前人用血染红的旗杆。人在红尘万，我夜夜思长安。都是我前人懒汉，看我头上琳琅的皇冠。 千年的龙脉，万里的江山，帝王的崇拜给我的灵感，秦腔的豪迈，享受在城外，剪不断期待，秦腔的魂在骨子里的生冷凝结生，至少在东南西北风，看我在官方平原咋叫兄弟，无故有风度。涅槃重生，西北浪之前东风，烈火山前生狼烟飞向冲锋，血口狼牙，这一仗必须成功，兄弟姐妹，西北浪来势汹汹，杀！ 爆爆爆爆！手端起走，一起战斗，刀盔猎洒西风中，挥腕一袖，一身后列阵情鼓奏，我们硬骨头，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一身恶臭，披战绩，拖着环顾，可是大将西北浪图腾，从这座古城出征，我相思而生，发誓为你们踏出新旅程，长安城将士如风，听军团的声不绝，长安力量大风不灭，不怕败得的浪就在这个 round， 当我们回到了生中线。 이어서 블랙 코너 화이트 베어 입장. 음악의 연거를 발라버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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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ing in a front, make your fist stop. Fucking in the back, get ready to react. Fucking in the front, make your fist stop. Fucking in the back, get ready to react. 엄마나 범새 막다 미래 압박 구겨진 종이 쪼가리를 더럽혀진 방바닥에 엎드러진 커피를 대충 닦아낸 장작의 녹이 장작의 공내 좁혀지는 옷은 정지선 날에 갇힌 노랫말 말들은 머릿속 마구간에서 있고 그들은 그저 들판으로 자유롭고 쉽고 금토일 화수목화 인생은 드라마 이젠 놀랍진 않아 매일매일 끄떡거리는 연필심을 따라 필요 없는 우표에 침을 발라버려 엽서에 붙여 하늘로 날려버려 발라버려 발라버려 자, 블랙카메 11 제11경기 한중전 미들급 매치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white corner 키 183cm 체중 84.1kg 부전적 2승 4패 무림풍 미들급 국가대표 fighting out of Xi'an China presenting 북경사자 조서야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키 180cm 체중 84kg 부전적 7승 5패 블랙카멧 초대 미들급 챔피언 fighting out of Seoul, South Korea presenting the undisputed Black Combat Middleweight Champion White Bear
시계를 오케이. Round one。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次中韩二番战的一场84公斤级的对抗，代表中方战队出战的是周泽一航，而代表韩方战队出战的是崔元准。崔元准是目前 Black Combat 这个赛事现役次中量级的冠军啊，所以对于火友友周泽一航来讲是一场硬仗啊，两个人一上来之后在内围的互拼，现在又是周泽一航把对手顶在了龙网边，崔元准还是很快的就去抢了腋下的把位，现在是控制住了周泽一航，看看周泽一航在这个位置把对手顶在龙网边之后能不能有什么进攻端的输出啊，现在相互的给顶膝，给一拳，对，去超腋下破把，拿了个双腋下。对，两个人抢把的这个过程还是思路非常的清晰啊。现在崔元准下潜，抱住了，把周泽一航给带出来，周泽一航圈腿上来，现在迫使对手进了半防，连续的给锤击，这个有拉横十字的可能啊。这个位置左手还是能够有击打周泽一航的空间啊。崔元准在地面压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想要去切自己的右腿，过腿到齐成位，到齐成位了，连续的要给锤击，周泽一航马上的转给背，对手上台要把周泽一航给拉平，周泽一航现在马上是把自己的背给弓起来啊，没有给对手这样的空间，但是对手的两个腿钩都已经搭进去了，所以这个位置拿的还是比较的死啊。对，两个腿钩继续的去转把，周泽一航还是在做防守啊，做闺防，就给锤击，周泽一航在这个位置防守端不大好做啊，连续的锤击。现在崔元准是主动的坐在了地面上，把对手往自己的内踝来拉，这个裸脚把位做成了。把对手已经抻平了，周泽一航有点危险啊！在拆对手的把，对，先控制住一条手臂啊！刚才确实是非常的悬啊！其实这个裸脚的把位已经做成了，周泽一航还是思路非常清晰的拆把，但是一上来就被对手拿裸脚的把位，这段时间确实非常的难过。现在又是在持续的做发力，对，在这个位置拿到齐乘，崔元准现在也不着急了啊，开始慢慢的去连续的打锤击。但是这个把位崔元准确实拿的会比较的牢啊。周泽一航的第一回合一上，又是要去拿裸脚，手还在里面去拆对手的把。周泽一航做的不错，防守端做的还行啊。但是在这个位置确实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而且也能够感觉到崔元准在进攻端的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啊，不断的转换把位的过程当中，一旦拿不到，反正到了齐乘位还是能够有的一打锤击，又是要把周泽一航给抻平，周泽一航继续的做起桥，又是拿背绕出来了，漂亮啊！周泽一航确实是不容易啊，被对手拿了裸脚的把位之后，还是最终通过自己不断的起桥发力转把还是逃了出来啊，到了站立端跟对手就打一打站立，内围的互拼做得不错。其实比赛第一回合一上来啊，周泽一航从中距离一下打到了内围之后跟对手的互拼，就还能够感觉到他在站立端还是跟对手有的一打，但是对手崔元准在地面上的实力确实是蛮强的，不管是他转把的逻辑，还是对于拿到裸脚这个把位之后对周泽一航的控制上都做得不错，也不愧为Combat Black 现在的次重量级的冠军啊！两个人相互之间的拼拳，这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啊。对，崔元准的拳也还是蛮重的，连续的挥拳，都是上头了。在拳的落点上，我个人会觉得还是崔元准
打得更准一些啊，拳的落点会更好一些。对，两个人现在在拼拳的过程当中都是几乎放弃了防守端啊。抱头往里打，挂自己的前手直拳。对，刚才这是周泽一航举手向裁判示意，是被打到了后脑。对，裁判先行将两个人分开。这个时候崔元准要去到中立角。对，然后裁判要查看一下周泽一航的现行状况啊。对，看来搂到后脑的这拳不轻啊。继续回到比赛。两个人在内围的互拼时候基本上都是不去做防守动作的，但是崔元准的拳的落点和线路刚才也说了，目测比周泽一航要更好一些。那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本次比赛使用菲特式格斗品牌服装，菲特式格斗，拼尽所能。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开始，我们来看看这回合两个人从站立端打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啊。在比赛局间的时候，漂亮！周泽一航的边角也跟他说，前手点一点啊，去打自己的后手。因为两个人其实在内围互拼的时候，防守端几乎都不太做动作啊，所以呢，就看谁的拳更准一些了。对，双方在内围互拼的互抡还是蛮多的。那其实对于周泽一航来讲，提高一下自己拳的落点的准确性啊，可能对在自己进攻端好处不只是1点2点啊，可能会成几何倍的去做增长。漂亮，又是1-2的连击，回后手，对手也是给前手点后摆，然后接了一个前手，前手慢慢去点。对，对峙端还是崔元准在这一小节出的更加主动一些啊，这前手拳点的还是比较的及时。卡夫在移动端，周泽一航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等啊，就是想去打对手的反击和迎击啊，但是对手在拳上互拼的过程当中，其实节奏是比周泽一航要更快的，所以来自进攻端的压力呢，也是对手比周泽一航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对于他来讲，可能要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得再主动一些啊。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等对手。对手的前手又来了，一旦到了对峙端过来之后啊，一有机会，崔元准的前手就挂中线，非常的明晰啊。低扫，对他其实现在进攻端基本上也就这2招啊，要不然就是站住了之后前手打中线，要不然就是给后腿的低扫去找周泽一航的前腿，漂亮。这一拳的中线是打透了，稍有不注意，其实周泽一航的中线就很容易被打透啊。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说，其实两个人在内围互拼的过程当中，崔元准的拳的线路和落点比周泽一航要准的原因。确实是在打拳的功力上，崔元准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他前手拳抓的这个时机和路线，包括落点，又是一个前摆，所以在这个位置都做得不错啊。所以相比之下，就感觉周泽一航在打拳上做的确实少了。现在崔元准是求准了一个机会，把对手带到了
龙网边之后被周德一航拿圈头拿断头这个把位进入到地面，但是想做成有点困难啊。两个人都是去圈对手的头，都撤出来了，但是崔元准是拿到了一个齐胜的把位啊。还有连续的给肘，要打 TKO 了。果然是，整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在进地面之前啊，周德一航的体能端就已经略显疲态了，已经快到了临界点了。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体能都不多了，因为1、2回合其实拼的都蛮凶的。那尤其是第1回合、第2回合两个人的战力端呢，崔元准又比周德一航打得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尤其是他的前手的直拳去挂中线，然后去带自己的后手，或者带自己的扫踢，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抓住了这个齐胜的把位之后呢，崔元准连续的肘击还是一波将比赛给带走了，所以恭喜崔元准拿下比赛。경기 결과 발표하겠습니다. 2라운드 3분 31초 TKO로 인한 승리는 2라운드 TKO 승리입니다. 최원준! 한중 국가대항전 헤비급 매치 화이트 코너 소드맨 입장! Shake force to make it go. 가슴까지 올라와도 스려진 레인데오. Shuffling next to my girl. Shit, hustle. Shit, hustle. Down by nation, down by nation. 也没别靠近公司上的烈日先生，上班人生，上班人生，我才能摸得上，我才能摸得上，上班人生，上班人生。 이어서 블랙코너 더 빛가이 입장!
but still it's farewell, and maybe we'll come back to earth, who can tell. I guess there is no one to blame. We're leaving dry. 블랙컴의 1번 부산 사육작전 메인 이벤트 한중전 헤비급 매치 인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white corner 키 190cm 체중 107kg 프로던져 3승 1패 무림풍 헤비급 국가대표 fighting out of Ningbo China presenting Swordman 샤라와티 out of the black corner 키 181cm 체중 109kg 프로던져 15승 6패 블랙컴뱃 초대 중량급 챔피언 fighting out of Seoul, South Korea presenting the undisputed black combat heavyweight champion the big guy 양해준 Round one. 好的，观众朋友们 ，YFU 50龙中队和韩国 MMA 赛事 Black Combat 的中韩二番战的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无差级的对抗，代表中方战队出战的是沙拉瓦提，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韩国的梁海俊。这场比赛我们在韩国的釜山为您带来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沙拉瓦提的比赛体重是107公斤，而对手则是109公斤。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梁海俊是现役的 Black Combat 的重量级的冠军。其实，在双方的一番战，就在我们河南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的那场一番战的时候呢，我们中方是险胜啊，所以这一次 Black Combat 也是派出了极为豪华的阵容，比如和张熙镇对阵的吴学一，就是他次重量级的冠军挑战者，而和卡利努对阵的孙佑良19岁就登上了 Black Combat 的冠军宝座。那在这次二番战当中，和周泽一航对阵的崔元准则是 Black Combat 现役次重量级的冠军，所以这一次的二番战 Black Combat 也是派出了诸多优秀的选手，可谓是志在必得啊。那今天和沙拉瓦提对阵的梁海俊呢，则是 Black Combat 重量级的冠军，所以一上来两位运动员都是在站立端去打自己的拳腿组合啊，打的还都是相当的谨慎，下压的击腹。感觉沙拉瓦提手拿的略微有点低啊，但是现在要下潜去抱单腿，又被对手圈头，拿断头上提，这个动作很危险啊！裁判还在看沙拉瓦提这边能不能扛过去啊？还好现在是推对手的胯，看能不能从这个摆位啊，要先去拆把呀，对，把自己身体往上贴，把对手给顶出来。刚刚确实有点悬啊，这个位置梁海俊还是思路非常的清晰啊，拿了断头的这个把位，并且在做持续的发力。我觉得沙拉瓦提还是很好的扛住了这一波的断头的进攻，但是转出来之后把对手顶在龙网边，又被对手圈头，还是要去拿断头，不行了。对，在第二次拿断头这个把位的时候，确实沙拉瓦提我看到了一个动作啊，就是脚踩龙网，想要给自己一点上升的空间啊，但是梁海俊的这个断头的把位拿的还是非常的死的，而且在压榨空间的过程当中也是做的非常的迅猛且一气呵成啊，还是以断头的把位
结束和终结掉了这场比赛，这又是一场速胜。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경기 결과 발표하겠습니다. 1라운드 2분 34초 길로틴 초크로 인한 승자는 더빙가이 양혜준! 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感谢五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Fighter, you know the rules. Listen to my command.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Head cloud, step back corner. 战 time ready fight Round on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大家好，雨辰老师好。对，这场是男子轻量级的比赛是红方买买提托和提也是临危受命。本身对阵这个韩国文姬凡的是任亚伟，但是他这个意外受伤了，所以不得已退出了本次的比赛。所以对于买买提托提来讲，这场比赛会比较辛苦啊，因为毕竟是生重来打，而且肯定备战时间短嘛。对，因为他之前是打雏量级的运动员，明显能够感觉到文姬凡是比他大了一号啊。对，两个人年龄上差不多，文姬凡34岁，买买提托提32岁，身高上呢，文姬凡175公分，有着4公分的优势，臂展上177公分，6公分的优势。反正进入到地面之后，马上要来侧压位啊！现在买买提托和提也并没有圈对手的腿进半房，而蹬住对手一条腿，蹬住对手的腿，然后另外一个手抓着对手的手臂啊，对，控制对手一条手臂，对，依然能感觉到，文姬凡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比较强的，对，而且地面控制能力不错啊。因为其实在雏量级当中能够压住买买提托和提的人真是不多啊。升了一个级别，确实对这个力量上的差距能感受得到啊。在那儿放着。对，其实在雏量级当中，买买提托和提的拳已经算是重的了。是的。起脚转身过来给背了，连续的锤击拿背。文姬凡现在也并不着急，并没有说要去做动作呀，还是打一波，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控制力还是有的。是的，毕竟往龙边拉，减完重的重量身体状态在这放着，哎呦，真的我们在雏量级很难看到有队员能这样去跟买买提打的。这就是很多朋友们不理解啊，就是这种搏击类的项目为什么要分级别呢？是，而且这个级别为什么要以体重做衡量呢？那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好的说明。对，就是差着级别，真是差着劲呢。你别看轻量级和雏量级差的并不多啊，这个公斤数差的并不多。有时候在那想，那不就是10斤肉嘛，对吧？但是在整个的力量感上就完全两回事儿。挂腿钩进去，
搭了一个三角圈对手一条腿，所以你看文姬凡现在的第一回合战术安排很明显啊，就是我要控制你之后就是要去打锤击，是，降服不降服的，做不做动作不重要，你先控制住，对，动作逻辑很明显，而且确实能够压得住啊，因为称重的时候他的体重是70公斤，我估计他现在至少应该在75到77之间。还是在龙网边继续圈住买买提托合提的腰。对，这场比赛买买提托合提确实会有一点辛苦。不过也没有关系哈，撑过第一回合。对，主要一上来两个人也并没有打站立的想法，是对手直接把他拉到地面了。对，然后要不就是放在龙网边。文姬凡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是的。翻身过来，看看能不能过来啊？现在是头被对手圈住，抽手出来，侧身位压制，漂亮。刚那一下的爆发，买买提做的非常好。对，很提气啊，因为其实，在重量级当中，买买提的绝对力量一直是他的优势啊。对。而且，无氧的能力确实是会比较好一点。好，缓一缓，不着急。对，拿反架给扫踢，漂亮！哎，别着急往上冲。是的。对。可以再控一控。对。因为前面已经被压制了那么长时间了，是的，控制了那么长时间。因为现在对手如果，一个迅猛的下潜抱摔，他来不及做防守的情况下，就又会被带到地面。而买买提托合提之前防摔的功力确实不大好。是的。好，还有10秒。对。但是他之前在雏量级，比如说他的摔法比较凌厉的，这个优势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没有什么当优势的地方了。但买买提其实在站立打击就我觉得一般，他主要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抱摔，然后到地面的是技术的运用。在雏量级当中，很多时候都是他去控制别人，而且在雏量级当中，他的权重呢是有一拳把对手打倒的能力的。就即便咱不说把对手给 KO 掉哈。就是把对手给打倒，然后上去补拳拿一场 TKO 的比赛，他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对，所以这场比赛对他来讲，的确啊，生动来打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好在第一回合，我会觉得稳扎稳打吧。就是还是扛过了第一回合。那看第二回合自己在进攻端有没有，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实质性的有效果的进攻输出出现吧。还有就是看局间他如何去给自己这个布置战术了。是，毕竟第一回合上来对文姬凡也没有那么了解嘛。那试探过一个回合之后，看接下来怎么打吧。对。I know you want it back, seat of my car. I let you have it.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Let me take you. Wait a minute, say it. Into the room. I know you want it, bang, bang, all over you. Yeah, I said,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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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6 all. Ready? Round 2。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买买提托合提，是的。蓝方选手来自韩国的文姬凡。买买提托合提主动去抱，漂亮。去看他能不能压住对手，拿背，漂亮，这一个动作一气呵成啊。哇，小心呢。但是看看能不能控制住啊？是。我有点担心他控制不住对手。你别掉下来。对，对手身高臂展都有优势，关键是块头比他要大。这一个升重，一个减重，这至少10公斤就差出来了。是的。果然没有控制住对手，对手反拿，拳头抽出来，好的。你要去站立上打一打，两个人现在都是拿一个正架。我觉得在站立端买买提托合提也不好打。
这样就是要珍惜每一个能够出拳的机会啊！是，就对他来讲，现在要提高拳的准确率，漂亮！对，就他的权重还是力量感还是在的。嗯。对，就这个位置，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两个人在块头上的差距上。是的。文基凡这边确实比他大了一号，要下潜，没有给机会，找机会拿出压自己的后手。现在买买提托合提是换了反架在打，是漂亮，漂亮，全被对手打倒，迎击打到了。顶在龙网边顶膝，其实对于文基凡来讲，目前因为客观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啊，就他其实完全是可以去打控制的，不管是像这样吧，对手顶在龙网边啊，抢腋下、超腋下之后拿把位，把对手控制住，还是把比赛带入到地面去持续的做压制，都没有太大问题。对。不过第二回合，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买买提也进入到状态了。对，比第一回合打的要好一些。第一回合就没有施展的空间。没错。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了得有3分半钟以上。对。圈对手的手臂。推开。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买买提托合提还是去拿反架，换回正架，漂亮，蓄力的前冲拳啊，扫踢，对这种中距离的击打，对于买买提托合提来讲是有的一打，是，这跟对手有的一拼，起码。但是就说他出拳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就这个主动权还是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对手在站立端，文基凡还是目前来看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压力，是，就是他的优势不像在到了地面做压制的时候那么强悍。对，好，顶住对手到龙网边去打一波控制，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看能不能控制住对手。不太好。我觉得有点难。对。是。买买提托合提有一些累了。他还是要为第3回合去做准备的。是的。因为如果说两个人在力量的这个层面是层级化的差异的话，那他如果第2回合打进了自己的体能之后，那第3回合就没得打了。对。对。所以还是要保留一些。对，尤其是像文基凡，他在地面压制的能力还不错啊。如果这样的话，自己没有一定的体能储备，第3回合就妥妥的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持续打压制了。好，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是，但是确实感觉到买买提托合提累了。好，跟老将还是有这个经验在的哈。对，第二回合明显的买买提托合提好了很多。其实我们不能光看面相啊。文基凡这边比买买提托合提还大了2岁呢，34岁，但是看着好像感觉比买买提托合提年轻了4岁不止。所以刚刚刘文在介绍他们的时候也说，买买提托合提是一位看似比较老的老将。对。不过这个年龄哈，两个人这个年龄在今年这个赛季龙舟队的擂台上还算是年龄大的。对。但是如果看其职业生涯的话，也还算是正打当年啊。是。包括你看文基凡，就是他现在的竞技状态，不管他的力量状态，包括身形状态和体能储备上来讲，不像是一位到34岁的运动员。是的。Roll it till you drop. Alright. Buckle up and juggle up. Wrap it up and rock. Do the juggle up.
You feel the shocks in the brain, you wanna feel it again. We got the groove. Juggle up! Blue chips are back and we are ready to attack. Yeah, you got to move. Juggle up! Buckle up and juggle up. Push it. Roll and roll until you drop. Shake the dance. Ready, fight! Final round。好，第3回合的比赛，这回合对买买提托合提来讲可能会更加的辛苦啊。今天如果说文基凡这边遇到的是任亚伟，那这场比赛可就真不好说了。是的，任亚伟是偏战略型的选手，而且任亚伟的力量感还是蛮足的，是，尤其是在拳法的输出上，第一他会比买买提托合提更多啊，而且会更精准一些。买买提托合提还是属于这种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是的，而且它偏地面型。对，拳法来讲，实话实说，相对糙一点。对，不过今天已经发挥得很好了。对，漂亮，能够压制住对手，看看能压多久啊？在这个封闭防守当中，文基凡是没有把他关进来的想法啊，漂亮。对，在这个位置可以打控制，双手在对手腰后的扣要搭好，能够随时把对手给拉回来。圈腿，对，随着文基凡的体能下降啊，买买提托合提感觉能控制的时长会更多一点。漂亮，腿钩挂进去了，手穿下来，小心会滑下来，马上圈对手的膝窝，保证这个把位不掉，但是应该保持不了多久啊。是的，感觉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性。文基凡现在是不会选择往前去翻的，翻完之后就正中下怀，还是要让对手滑下来，就往侧面去滑。好的，翻转过来之后，看能不能继续控制住拿背的这个把位。身体三角也没有搭好啊，所以还是掉下来了。对手反压，文基凡现在要去把对手顶到笼边。买买提托合提在龙网边，看能不能借龙网的力量站起来啊，不大好站。对，因为现在大家随着综合格斗这项运动的越来越普及，而且习练的人越来越多啊，它技术也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啊。比如现在的这种笼边的技术啊，包括笼边抢把的技术，还有笼边控制的技术，都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反肘顶膝。抱腰，托合提要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主动的坐地，转出来，漂亮。这个动作还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也冒了一定的险啊。有锤击。到齐成位，右腿没有完全切过来，转过来继续来压，对，还不错啊，体能在第3回合保持的还是不错，还是能够继续压对手。比文基凡体能储备要好一些。是的，但是这俩人可差着级别呢。而且这种差别不像说，比如银量级和草量级之间的差别，是的，差的还是蛮大。铁锤击，继续去压对手，转过来拿背，好的，把对手往龙网边来拉。还有50多秒的时间，看能不能持续控制住对手啊！这样的话，第3回合优势可能会更多一些。是的。也更明显一些，漂亮，锤击，对，现在文基凡这边也是在疲于应战啊，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对，
文基凡在第一回合消耗的体能还是蛮大的，因为上来之后第一回合打了一回合的控制啊，所以也蛮不容易。破摔要去摔，没有成功，反而把对手带到了自己的上位，连续的给锤击，最后的几秒钟再给一波锤击。买买提越来这气势越上来了。是的。好，时间到。对。不说后程发力吧，我觉得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消耗战啊。是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买买提、脱壳提表现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在于，第一回合完全被压制。是的。然后经过这个局间休息调整之后，从第二回合开始慢慢的这个往上走。尤其是第三回合吧，我觉得他的体能分配做得不错。就第二回合，我们明显感觉到他其实也可以，多拿出来一点体能，甚至可以去压对手，但并没有这样做。就我们在局间的时候在说的那个事儿哈，就是他把体能给放到了第三回合。对。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并没有出现哈。所以第三回合的确像韩老师所说，买买提、脱壳提打的还是不错啊，起码在体能端，扛住了对手，也耗住了对手啊，让文基凡打得非常的辛苦。对。双方运动员打满3局，这场比赛结果到底如何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比28，比赛结果红方胜。为了祝贺买买提、脱壳提。我不找任何借口，我回去继续努力。OK。我一定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站起来。因为我想打好每一场比赛。中国舰队加油！一个全新的武林风向您报道。唐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中滚金刚喊为报！不走，过来再来！我连续的走5仔。